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5年5月24号星期六，今天要来做开箱。那我们先进行开箱。那我买的是 APC 的不断电系统，这一台是1500S 的，因为最近要担心的事情比较多，其中一项就是停电的问题。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核电厂关掉了，现在才5月份，在我们高雄南部这边，夏季是非常炎热的，所以接下来国家的供电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加上有一些企业也选在台湾，所以未来我比较担心就是间歇性停电的问题。这个月在我们小港这边我已经遇到一次了，它就是突然间停一下电，然后电马上又来，所以这个对电脑这种比较精密的东西伤害会很大，逼不得已只好先买一台回来做一个保护，然后陆续就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讯息，各个地区几乎都有停电的消息，然后就有一些无名英雄必须要出来扛下责任。因为我自己经常性在使用电脑，所以最怕的就是在制作一些档案的时候，或者是影片的时候，突然间给你停一下电，那这个有时候会造成我所有的档案都损坏，所以这个是蛮困扰的。那我对这种东西也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在买之前都是上网看一大堆知名的 YouTuber 他们介绍的，其实只要是大厂牌的，我个人认为都可以买。我买的是1500VA 的，我的电脑是500瓦，建议购买 UPS 的时候，你的瓦数要乘以2，所以我买1500的，换算起来大概是900瓦左右，这样子会对我们的电脑比较安全。因为 UPS 刚买的时候，我们要给它充电大概24个小时，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。UPS 大致上分3种：离线式的、在线式的、在线互动式的。离线式的最便宜，在线式的最贵，在线互动式的就介在两者之间。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，你就是自己上网查一下资料，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了解，也没有办法分享它一个很详细的规格，所以我分享我比较在乎的一个重点好了。因为这种 UPS 重点就在于它的电池，平均大概2年左右，电池就会开始有损耗的问题，所以我们现在先打开电池，记录一下它的电池厂牌，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标签，也记录一下什么时候购买的。那这样子快2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电池的效能，可以提前再买一颗电池回来做更换。上面已经将电池的时限还有电池的型号贴在上面，这样子比较好观看。后面的部分，这边是有防突波的插座，这边就是突波保护备用电源的插座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比较重要的电器我们是插在8号这一边，比较不重要的设备我们就是插在6号这一边。这些所有相关数据我们在说明书上都可以看得到，还有一些故障码或者是一些遇到异常的一些问题点怎么处理，这个都是等遇到以后我们再去看说明书就可以了，所以我们先记一些比较重要的说明就好了。电池的部分这边是写至少每5年更换一次，所以我这边的时限我是设计5年。那当然实际上我们还是要看它机器发给我们的讯息，因为有时候电池有问题，机器也会反馈给我们。它这边也有写，电池通常可使用3年到5年，会因为环境啊其他种种的因素造成它电池的寿命缩短。它原厂出来的电池正极是没有接的，所以我们电池的正极要先把它接上去，这个很简单，就压下去就可以拿起来了。就这样子，它是2颗电池，电池的型号说明书上也有。那我看一下这边的话，它这边好像没有写详细的电池，只有电池盒上就有。那我们还是把这个电池记一下好了，要不然到时候还得要拆一次。那我们就记这个型号就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把正极接上去 ，APC 朝上，然后直接接进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这样子就安装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让它充电，充电的瓦数是20瓦左右。那因为我这边只有2孔的，我印象中我们家的电源也是2孔的，所以它后面这个红灯会显示配电异常。不过应该也不可能再请水电师傅来修改啦。
因为它可能有一个接地啦什么的。它这边有一个以太网路的保护，我再找一条网路线。这个就是你如果有什么过载啊，或者是突然间电有什么问题，它可能会跳掉。所以你有时候明明有电，但是机器没有做动，可能就是过载保护这边跳掉了，你再把它按一下复归就可以了。那我这边已经将所有重要的电源都已经接上去了，它供给的一些插座数量还是足够的，预计放在这个地方，这样子以后就比较不用担心临时停电的问题，甚至我连电话的电源也接上去了，因为有时候停电也是要用到电话。我们也可以上他们的官网下载它的监控软体，缺点就是都是英文的，不过稍微看一下就应该可以知道一些相关的讯息。因为我的网路线有接在 UPS 上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检测一下我们的网路速度。那我们重新执行一次。测试完以后，我们的下载是500 MB， 上传也是，目前测试起来是正常的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一篇 APC USB 不断电系统开箱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